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本期解读一项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等机构的突破性成果。研究团队利用人工智能结合电子显微镜，首次实现了对多层二维材料内部原子缺陷的无死角三维观测。通过对15万个原位点坐标的精准解析，他们成功定位了超过3000个隐藏的三维原子缺陷。这项成果为未来开发长寿命电池和高灵敏度传感器提供了从微观结构入手实现精准控制的新途径。传统的二维电镜图像存在严重的原子重叠，这导致缺陷的具体深度信息完全被隐藏。通过 AI 与显微镜的融合，研究团队成功还原了三维拓扑。实验以 TI3C2TXMXing 为例，清晰解析了每一层金属原子的立体结构。这种上帝视角让原本不可见的深层缺陷无处遁形。拥有这种视角后，我们便能重新审视这些丢失的原子。原子缺失是决定导电和催化性能的关键开关。以往多层结构内部极难量化，形成了材料设计的盲区。通过精准测绘三维缺陷，研究者能反向指导合成工艺，实现性能定制。然而，传统电子显微镜一直受困于二维错觉。当电子束穿过3层原子结构时，底层投影只能显示原子缺失的平面位置，观测者无法判断缺陷究竟发生在顶层、中层还是底层。这种深度信息的完全丢失，使得统计数据往往与真实情况严重背离。除了深度缺失，传统手工标注也面临严峻瓶颈。手工处理不仅效率极低，且在信噪比不足时容易产生误判。为了保护脆弱的二维材料，必须采用极低剂量的电子数成像，这要求识别系统能在低清晰度下精准处理数十万级别的原子大数据，以发现合成工艺背后的规律。为解决这些挑战，研究团队构建了全新的显微观测范式。首先，在60千伏低电压下进行 STEM 成像，以保护材料。接着，利用 Atom AI 神经网络进行语义分割。这种方法优于传统的高斯拟合，能在极高噪点中剥离原子与缺陷。最后，结合晶格几何角度进行三维拓扑解码，将平面信号还原为空间坐标。这一闭环流程实现了从低剂量原始数据到三维解析的跨越。在实际应用中，名为 Defect Spotter 的神经网络展现了极强的滤噪能力。在原始图像极其模糊且充满干扰的极限环境下，它依然能稳定工作。由于经过了增强数据的深度训练，该模型不受图像畸变和对比度波动的干扰，这使得研究者能从杂乱的背景中准确锁定每一颗金属原子及其缺陷的踪迹。确定原子平面位置后，研究团队利用 MXIN 的六边形结构特性，通过几何投影将原子归类到3个相对层。为了进一步锁定具体的空间层次，他们引入了能量逻辑进行分析。实验数据显示，其中一层的缺陷率仅为 0.21%， 远低于另外2层的 2.05%。根据表层形成缺陷能量更低的物理原理，团队成功锁定了中间保护层与2个暴露层。通过这套三维重构技术，研究团队获得了一张包含15万个原子的全息地图。在这张地图上，超过3000个钛原子空位被精准分类，并映射到了3个独立的原子平面中。这种大规模的数据处理能力，让研究者能以全景视野观测材料微观世界，不再受限于局部的盲人摸象。基于这些全景数据，研究团队归纳出了4种关键的 3D 缺陷拓扑形态，其中占比最高的是彼此分离的孤立空位，达到 47%。沿单层蔓延的表面团簇和纵向破坏结构的层间团簇紧随其后，而最极端的纳米孔结构虽然占比仅为 5.85%， 却彻底打通了微观孔洞。这份图鉴为理解材料性能损耗提供了具体的物理模型。这些缺陷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受合成条件的直接调控。实验发现，随着氢氟酸浓度的增加，原子缺陷率显著上升。当浓度从 5% 提高到 12.5%， 缺陷率由 2.05 倍增至 5.15%。这是由于更剧烈的蚀刻条件加速了表面原子的溢出，从而在表层和次表层留下了更多空位。这一发现揭示了酸液浓度对微观结构的魔法作用。更深层的分析显示，缺陷并非均匀增加，而是呈现出明显的抱团现象。随着总比例上升，表面和复杂类型的团簇显著增多。这意味着
高浓度酸液倾向于在已有缺口旁制造新缺陷。有趣的是，虽然团簇数量增加，但单个团簇缺失的原子数却相对稳定。这种演化规律表明，过渡时刻会增加伤口数量，而非无限扩大单个伤口，对控制稳定性至关重要。为了探究缺陷聚集的物理本质，研究团队提出了2个核心假设：这种聚集可能是由碳原子缺失引起的，也可能受表面官能团分布的影响，仅凭显微镜观测无法解释深层的热力学逻辑。于是，研究者将实验获得的3维坐标直接输入 MCMD 模拟器，通过蒙特卡洛与分子动力学的联合计算，从能量角度寻找最终答案。在这场10万次微观原子的能量博弈中，计算机模拟成功再现了真实的物理世界。研究者首先设定了 3.5% 的太空位初始态，并引入了碳空位等变量。随后，系统经历了密集的蒙特卡洛随机交换，以实现能量收敛。生成的最终稳态呈现出明显的空位聚集区，其结构特征与实际电镜照片高度吻合，这有力地证实了缺陷抱团现象背后的物理必然性。这种原子抱团现象背后存在着明确的能量驱动法则。研究发现，碳空位是诱发深层大团簇的主因，碳空位越多，钛原子就越倾向于向已有空位迁移并结成团簇，而表面官能团则起到了相反的制约作用。密集的表面端基会限制原子移动，从而阻碍表层团簇的进一步蔓延。这证明合成过程中的每一个微小变量都在无形中塑造着材料最终的3维缺陷拓扑。基于这些能量法则，一套完整的闭环设计系统正式成型。研究流程首先通过调节氢氟酸浓度控制化学合成，再利用低剂量 SDM 成像捕获微弱信号。接着由 AI 重构环节解码空间维度，建立超过15万个原子的3维坐标系。最后通过 MCMD 物理模拟揭示热力学机制，并反馈指导合成方案。这套系统将2维材料的研发从充满随机性的盲盒模式转变为精准的逆向设计。这套系统的价值并不局限于单一材料。研究团队强调，只要材料具备分层结构与投影几何特征，该 AI 驱动的逻辑即可实现无缝移植。无论是双层结构还是过渡金属流族化合物，都能还原其3维立体信息。未来若结合共聚焦成像，研究范围甚至能从超薄材料扩展到更厚的复杂晶体内部。这相当于为整个多层2维材料领域提供了一把通往第3维度的万能钥匙。当原子的3维坐标变得清晰可见，缺陷就不再是材料的弱点，而是设计的刻刀。在高能效储能领域，利用定制的纳米孔缺陷构建离子穿梭通道，能有效打造高性能电池。特定的表面团簇可被转化为催化活性中心，让能源转换效率实现突破。而在微电子领域，通过精准控制电子散射路径，将为未来的柔性半导体和微纳传感器奠定物理基础。实现这些愿景的核心引擎是一种无需海量标注的 AI 训练法。研究团队攻克了材料科学缺乏标注数据的痛点，仅利用单张高分辨率图像作为模板，通过裁剪、旋转、引入高斯噪声和人工抖动这4种增强手段，生成了海量的训练集。这使得模型具备了极强的适应性，在不同型号的电子显微镜和分辨率下都能保持稳定且超强的识别能力。AI 提取的数据通过了严谨的理论交叉验证，实验发现中间层缺陷率仅为 0.21%， 远低于表层最高 5.15% 的水平。这一观测结果与 DFT 理论计算完美互证。物理模型显示，内层空位的形成能极高，在现实环境中极难自发产生。实验与理论的高度吻合，有力证明了这套降维解码算法的可靠性。在确保算法可靠的同时，3维重构还揭示了预料之外的新谜题。AI 在精准定位原子位点时，捕捉到了局部的非完美六边形变形。这些被拉伸的晶格带有明显的倾斜角度，源于层状结构微观涟漪导致的位移。虽然这些偏差在此次研究中被算法修正，但它们可能隐藏着关于材料应力与柔性机制的深层秘密。这正是3维视角为微观科学研究带来的全新探索方向。这项由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普渡大学等机构联合开展的研究，在能源部等部门资助下，为材料科学开启了精准设计缺陷的新页。研究团队已将高通量机器视觉框架 Atom AI 以及蒙特卡洛分子动力学代码在 GitHub 完整开源。
包含15万个原子的三维坐标及原始电镜数据，均可通过相关数据库获取。Agent 创世纪将持续报道此类颠覆性成果，二维材料的缺陷拓扑设计自此开始。